这不是至宝，也不是天赐神力，更像是与生俱来的血脉之力。楚风低声说道：“难道说这便是无名一族传说中的独有的血脉之力？”忽然有人惊呼一声，紧接着整个祖武星域的小辈都为之沸腾起来，就好像发现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一般。的确是我无名一族的血脉之力。就在此时，无名雄魔开口了，而同样身为星域主界的人，身为无名一族的族人，他的这句话便是绝对的答案。独有的血脉之力，拥有血脉之力的同时，还拥有天赐神力吗？此时楚风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在上界而言，本身拥有血脉之力的人有很多，血脉之力不仅仅是天级血脉，一些妖族也有血脉之力，甚至是一些人族，他们可能不具备天级血脉，但也有着他们独有的特殊的血脉之力。血脉之力是优势，是与生俱来，就比寻常修武者要强大的优势。毕竟血脉之力可以提升自己的力量，甚至有的血脉之力力量比天赐神力还要强大。就比如楚风他们的天级血脉，这便是极为强大的血脉之力，也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血脉之力。天级血脉不仅雷纹可以提升修为，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同样都可以提升修为。尽管后来随着修为，这强大的力量会被封印，但只要拥有着足够强大，还是可以将这力量解封的。正因血脉之力本身就很强，所以导致拥有血脉之力的人便不会得到天赐神力。但是这无名元志明明有天赐神力啊，他最先使用的手段便是天赐神力，那是如假包换的天赐神力，是真正的天赐神力。可是他明明拥有自己的血脉之力，为何还会得到天赐神力呢？难道是有人帮助他，强行将天赐神力的力量融入了他的体内？倒是有这种可能，毕竟楚风知道有人可以做到这种事，那便是祖武星域的那个牛鼻子老道。楚风兄弟，我看出来了，你对星域主界的血脉之力也并不了解。忽然一道声音自楚风耳边响起，是孔田慧。看到楚风一脸不解，孔田慧没有卖关子，而是直接说道：星域主界的人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无名一族。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族群很强大，几乎所有人都掌握着天赐神力，并且对天赐神力的运用也是出神入化，可以说丝毫不比我神体王城差。可实际上除了天赐神力外，他们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个只属于他们的血脉之力，只是这血脉之力从他们出生起便被封印了。据说只有到达至尊境才会解开，但也有少部分人可以在尊者境就揭开这血脉之力，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几乎就可以成为无名一族族长之位的继承者。那是天赋的象征，更是实力的象征，是可以得到所有人认可的。原来是这样，听到此话，楚风也是恍然大悟。无名一族虽然拥有血脉之力，可是对他们的帮助却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帮助，至少在至尊境之前是没有帮助的。相比，这也是为何他们能够得到天赐神力的原因吧。但所有人都能得到天赐神力，这却有些不得了，这绝对不是巧合能解释的事情，更像是有着特殊的手段可以获得天赐神力。难道说他们能够得到天赐神力，也与他们那被封印的血脉之力有关？楚风问道。你这个说法也是很多人所赞同的，也许真的就与他们的血脉之力有关。不过说到血脉之力，其实最厉害的还是你们天级血脉之力。虽然你们注定无法得到天赐神力，可若是将天级血脉可以开发的力量太多了，这个你比我清楚吧？孔田慧笑嘻嘻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笑了笑。对于孔田慧的话，他倒是不可置否。的确，天级血脉可以开发的力量很多。如今楚风已经释放了雷纹和雷霆铠甲，而有朝一日那被封印的雷霆羽翼也迟早会被楚风释放，那个时候楚风就能一口气连续提升3品修为，这将是其他修武者所远远无法做到的事，是唯有天级血脉者才有机会做到的事。忽然大地开始有节奏的震荡起来，是无名元志。此时无名元志的身上同时释放出了云雾之力、血脉之力以及天赐神力，他整个人的气质都是变得不同，他就像是集天地力量而成的神人一样，每踏一步都天地震荡。南宫一凡，诸天门虽然厉害，可我无名一族却也绝非寻常之辈。现在你应该知道，我祖武星域除了灵狐鸿飞之外，依旧有人可以让你忌惮了吗？无名元志此刻一脸的得意，那已经不仅仅是得意，随着他各种力量的释放，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的自信，甚至有些霸道。然而面对这样的无名元志，南宫一凡的嘴角则是扬起了一抹嘲讽的笑，那依旧是不屑一顾的笑容。首先，灵狐鸿飞也从未让我忌惮过，至于你，哪怕现在修为连续提升3品，可在我眼中依旧是一个跳梁小丑，不值一提。南宫一凡说道。讽刺，非常的讽刺。无名元志能够在尊者境解封血脉之力，已经可以被誉为星域主界族长之位的传承者，没有人可以不认同他的天赋和实力。可是南宫一凡不仅没有认同，反而却给予了他极大的羞辱。狂妄的家伙，今日我就让你感受一下我无名元志的实力。果然，南宫一凡的这番话成功的激怒了无名元志，无名元志手中的半成尊兵猛然落下，强大的剑气便横扫而去。然而只见南宫一凡张开手来，那强大的剑气竟在他的面前烟消云散。怎么回事？见此一幕，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神色一动。那剑气虽然不是多么强大的攻击手段，但是那可来自5品尊者的力量，境界的优势绝非手段可以弥补，哪怕手段再强，可若没有逆天战力的话，也无法抵挡高境界人的随手一击。可现在南宫一凡的修为明明弱于无名元志，他竟如此轻易的将无名元志的攻势消散开来。不对，很快楚风发现了不对，南宫一凡的气息变了，此时的他根本就不再是4品尊者，而是5品尊者。尽管很隐秘，在场的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但是楚风却察觉到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此时无名元志一脸茫然，因为他根本就察觉不到南宫一凡的修为有了变化，所以在他看来，
南宫一凡就是凭借4品尊者的修为，抵挡住了他5品尊者的力量。可恶！忽然，无名元志怒吼一声，那是非常不甘心的怒吼。紧接着抬起手中的半成尊兵，便准备再度发动攻势。可就在此时，南宫一凡抬手一掌，紧接着南宫一凡便倒飞而去，不仅身负重创，狼狈之极，就连手中的半成尊兵都是掉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时，莫说祖武星域的小辈，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都是一脸茫然，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4品尊者轻而易举的便击败了5品尊者，这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事，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事，是不是无法理解？既然你们如此想知道，那我南宫一凡便来告诉你们真相。忽然，南宫一凡剑眉倒竖，紧接着磅礴的力量便自他的体内释放而出。此时，南宫一凡的身体上方出现了一个高大万米的巨大虚影，那是一尊大佛，神圣无比，让人看到便会对其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敬畏之感。而当这大佛虚影出现后，南宫一凡那隐秘的5品尊者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所有人都明白，搞了半天不是南宫一凡逆天道，凭借4品尊者的修为击败了5品尊者的无名元志，而是他运用特殊的手段再度提升了修为。是我诸天门的秘法，诸天佛身，的确是诸天佛身，是我们的诸天佛身。真是想不到，一凡他竟然修炼成了这传说中的诸天佛身。此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变得异常的激动，而从他们的激动的声音当中，楚风等人也得知了南宫一凡此刻所施展的是何手段。诸天门的人从小便修炼一种特殊的玄功，那便是诸天玄功。诸天玄功隐藏着一个秘法，此秘法便是诸天佛身。只不过这诸天佛神极其难以领悟，乃是传说中的力量。据说当今整个诸天门唯有诸天门的掌教掌握着这个手段，不曾想南宫一凡竟也修炼成功，这也是为何诸天星域的小辈会如此激动的原因。就在此时，南宫一凡身形一纵，便飞天而起，下一刻落在了无名元志的身前。无名元志，现在你知道你多弱小了吗？南宫一凡高高在上，看向无名元志的目光就如同神灵俯视凡人一般，充满了藐视。无名元志淡淡一笑，随后他的身体便释放出磅礴的武力，那磅礴的武力如同潮水一般向南宫一凡冲击而去。那武力潮水散发着古怪的气息，那并非寻常的武力。尽管南宫一凡并未被这磅礴的武力击退，但身体却被限制住了，那是一种秘籍，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束缚住南宫一凡的秘籍。糟糕，一凡大意了。见此一幕，诸天星域的小辈皆是一脸紧张。尽管南宫一凡的战力比无名元志要强大得多，可是此时的南宫一凡却被束缚住，就如同靶子一样，只能挨打受死。而此时无名元志也是发出怒吼，紧接着他猛然起身，来到南宫一凡身前，抬手一拳正对着南宫一凡的面门便轰了过去。一拳命中，空气震荡，可是无名元志的脸色却是变得僵硬。尽管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击中了南宫一凡的面门，可是南宫一凡的脸庞不仅没有一丝伤痕，反而是无名元志的拳头鲜血淋漓。无名元志满面愕然，诸天佛神至刚至阳，不仅可以提升修为，更是可以护我安然。有他在，凭你的这点手段休想伤我。虽然你凭借至宝提升修为，凭借血脉之力提升修为，凭借天赐神力提升了修为，可你只是勉强提升，所以就算此时你与我一样都将修为提升到了5品尊者，可实际上你我的战力却已然不在一个级别。若是同境界之内的战力有天地之别，那么我便是站在天上，而你则是深埋土地之中。无名元志，这便是你我的实力差距，是你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南宫一凡不仅满面嘲讽，他的语言也是极其恶毒，每一句每一字都在对无名元志进行着人身侮辱，是吗？无名元志忽然发出一抹冷笑，随后他大嘴一张，一大口粘痰便飞落到了南宫一凡脸上，而南宫一凡毫无防备之下，这口粘痰则是稳稳地落在了南宫一凡的脸上。我虽然无法伤你肉身，却可伤你自尊。南宫一凡，不管你有多撂的，但你记住，这口痰是你无名元志爷爷带给你的羞辱。无名元志一脸得意地说道，随后更是哈哈大笑。他已经认识到他的确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可是这口痰却让他非常的爽快，让他觉得就算败了，可这场对决他却丝毫不亏。而此时的南宫一凡整个人都傻掉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虽然这口痰与武力一样都无法伤他，甚至这口痰都无法弄脏他的脸，但这口痰却的确落在了他的脸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将他痰吐在他的脸上，这是何等的羞辱，寻常人都无法忍受，更何况是这自命不凡的南宫一凡。我要宰了你！猛然间一声怒吼响起，南宫一凡的脸庞都变得扭曲，他的双眼比猛兽还要恐怖，而他的身上更是散发出了磅礴的杀意。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要杀掉无名元志，并且他的拳头此时更是对着无名元志的丹田轰了过去。这拳若是击中无名元志，就算不死，可修为却也是注定不保。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却忽然出现在了无名元志与南宫一凡的身旁，并且一只手也是如电一般掠出，竟然硬生生的将南宫一凡那蕴藏杀机的拳头给拦了下来。想要杀他，还要过我这关。与此同时，一道温和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抬头一看，这拦下南宫一凡攻势的乃是大家都认识的人，此人乃是无名雄魔。此刻无名雄魔的身上不仅释放出了天赐神力，同时还有至宝加持，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眸以及眉心皆有紫色印记浮现，浑身也都遍布了那颇有美感的紫色纹路。无名雄魔他竟然也开启了无名一族的血脉之力，这两个家伙隐藏的够深的呀。
此时人们也是恍然明白，无名熊魔的真实实力丝毫不比无名原志差。这两个人不愧是当今星域主界最顶尖的天才，至少这天赋皆是达到了可以继承无名一族族长之位的水准。而在天赐神力、武力至宝以及血脉之力三重力量的加持下，无名熊魔的修为自然而然的也是从2品尊者提升到了5品尊者。然而，只见南宫一凡冷哼一声，随后手臂一震，强大的武力便横扫而去。不过无名熊魔却早有准备，只见其反手一推，尽管涟漪的推力之下，他倒退数十步，可是那南宫一凡竟也倒退而去，尽管只是倒退了10步而已，可却也的确是倒退了。无名熊魔的战力竟能与南宫一凡抗衡。倘若说接下南宫一凡的一拳是巧合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对决则是说明无名熊魔的实力真的很强，毕竟他能够让南宫一凡也为之倒退。尽管无名熊魔的手中也是握着一把品质极佳的半程尊兵，那半程尊兵对无名熊魔的战力起到了不小的帮助，可毕竟无名原志先前也一直握着半程尊兵，但哪怕无名原志之前也在使用半程尊兵，但他却根本无法与南宫一凡抗衡，一直是被南宫一凡狠狠地压制着，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没有还手之力。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无名熊魔的实力虽然仍旧不如南宫一凡，但至少是要在无名原志之上的。两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而就在此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则是不干了，不仅纷纷发出不爽的怒吼，甚至如北洋洛等实力较强的小辈更是已经站了出来，大有一副要与祖武星域小辈大战一场的打算。退下！可谁曾想，面对伙伴的支持，南宫一凡却是大喝一声，并且在他的声音之中还充满了不耐烦。对付这群废物，我南宫一凡一人足矣。你们3个也一起来吧！南宫一凡不仅说出了这番狂妄的话，还分别将手指向了孔慈、龙宁以及仙允3人。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尊重人，毕竟他先前口口声声的说出了这群废物这样的话，随后又特意指向了孔慈3人，这不就代表孔慈等人在南宫一凡的眼中也是如同废物一般吗？面对这样的南宫一凡，孔慈和龙宁都是面露怒色，向来高高在上，恃宠教的他们何时遭受过此等侮辱？可哪怕已经气得小脸煞白，但他们却并没有真的站出去，毕竟他们也觉得同是2品尊者，以多欺少似乎不太好。若真的5个人联手对付南宫一凡，这传出去会影响他们的名声，哪怕赢了也会被人说是胜之不武，若是输了那就更是没脸见人了。既然南宫公子有如此请求，仙允便应了。可谁曾想，连孔慈和龙宁都在为自身名声而犹豫的时候，向来温文尔雅，看上去极其冷静的仙允却是站了出来。此时仙允的一袭道袍无风自动，他的身上更是如同仙气缠绕一般，气势非凡，再加上他本就仙气十足，此时的仙允就是真正的仙子。仙允身为妖族圣城的最强天才，他所掌握的手段丝毫不弱于无名原志和无名熊魔。原本2品尊者的他，不仅将修为提升到了5品尊者，手中同样亮出了一把长剑。这把长剑很细，但却很长，乍一看没什么，可若仔细看，寒芒毕露，锋利无比。这是一把品质极佳的半程尊兵，仙允他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看到仙允出手，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可谁曾想，就在此时，一只手却是抓住了仙允。是孔慈。仙允，你冷静一点，难道真的要以多欺少吗？孔慈问道。孔慈，我很冷静。仙允说道。我看你一点也不冷静，你就没有考虑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孔慈反问道。他人已经欺凌到我背头上，不管有何后果，我都想不出拒战的理由。吾辈修武者，刻苦修炼，为的是何物？虚无缥缈的荣耀？不，依我看，刻苦修炼为的是不受他人星号，不让亲人受他人星号，为的是一口气，一口连命运都不服，连老天都不服的气。若是没了这口气，再多荣誉也是枉然。仙允说道。仙允，你听的此话？孔慈愣住了，不仅是他，龙宁以及祖武星域的许多小辈都愣住了，就连楚风对仙允也是刮目相看，因为他觉得仙允说的很对，别浪费时间了，要出手便一起吧。你们不是一直想挑战我吗？今日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我也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差距。南宫一凡讽刺的说道。这个家伙真是欺人太甚。此时孔慈不知是忍无可忍，还是觉得仙允说的很有道理，他竟娇躯一纵，干脆飞到了南宫一凡的身后，紧随其后，龙宁也是飞跃而起，同样落在了南宫一凡的身后。孔慈、龙宁不仅都直接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手段，连续提升3品修为，将自己那2品尊者的修为提升到了5品尊者，更是封住了南宫一凡的退路。他们是真的想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南宫一凡。此时祖武星域的小辈很是紧张，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很是紧张，毕竟无名原志、无名熊魔、孔慈、龙宁、仙允这5个人分别代表着祖武星域最强的几大势力，也可以说是当今祖武星域最强的几个小辈，他们的实力大部分人都是认可的，所以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是有些担心，害怕南宫一凡无法承受得住这5人的围攻。而祖武星域的小辈也是非常的担心，他们自然不会担心南宫一凡，他们的担心的乃是孔慈等5人。孔慈等5人代表着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代表着祖武星域的所有小辈。倘若连这5个人联手都无法击败南宫一凡的话，那今日丢的脸可就不仅仅是他们5个人的，而是整个祖武星域的。这事情传出去，整个祖武星域都会被沦为笑柄。这也是为何先前孔慈和龙宁要犹豫要不要出手的原因。不过相比于旁人，南宫一凡却是淡定的很，哪怕自己已是被5人包围，他也依旧是云淡风轻，甚至眉眼间的轻蔑也是丝毫未减，甚至他都没有正视那将他团团围住的4人，
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祖武星域小辈之中的那一道身影。是楚风。楚风，你不一起来吗？南宫一凡问道。你想与我交手，我日后会满足你。楚风说道。别看楚风表面硬气，可是楚风心里苦啊。他因为吞噬了那颗神树种子，从而引起了血脉之力与神树种子的战争，更是间接的导致自己的修为被压制。楚风好歹是3品尊者，莫说修为全部恢复，哪怕是恢复到2品尊者，这南宫一凡，楚风也敢与其一战。至少在楚风来看，南宫一凡的实力其实是要逊色于灵狐鸿飞的，可奈何他也没有办法。如今修为被压制，羽王大人和羽莎又都在闭关修炼，楚风根本无法与南宫一凡抗衡，就算是贸然站出去了，也只是白白挨揍罢了。楚风倒不是怕被人笑话，只是这样做也是枉然。果不其然，听闻楚风的这番话后，南宫一凡讽刺的大笑起来。听闻你曾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共享你祖武星域最强天才的称号，本以为你有些本事，不成想却一直龟缩在这群废物身后，而不敢与我交手。难不成你其实也与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废物，只能在旗阵之内耍耍威风？南宫一凡开始尽其所能的挖苦楚风，其实无非是想逼楚风出手，并且总是有意无意的提起旗阵。看得出来，旗阵之内楚风带给他的耻辱，才是他憎恨楚风的根源。南宫一凡，我说过了，想与楚风交手，你还不配，除非你能胜过我们。无名元志说道。听得此话，那南宫一凡忽然再度大笑起来。这一次他笑得非常的猖狂，并且笑声之中充满了藐视。忽然他收起笑容，眼中涌现出了冰冷的寒意。你们想自取其辱，我便成全你们，但这一次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话罢，南宫一凡手腕一转，在他的手中出现一把巨大的兵器，那是一把方天画戟。此兵长达10米，通体金色，极为精致，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半程尊兵。这把半程尊兵的品质极佳，甚至胜过孔慈以及无名元志等5人手中的半程尊兵。此等半程尊兵在手，南宫一凡的战力也是随之大涨。下一刻，只见那方天画戟横扫开来，道道金灿灿的锋刃镰刀便5个方位横扫而去。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孔慈、龙宁、仙云、无名元志以及无名熊魔等人的身上也是寒芒毕露，剑刃废物，他们也都是纷纷出手。眨眼的功夫，5人战1人，一是站在了一处。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原本人们寄予厚望的战斗竟然没有太多悬念。不过短短几个回合下来，孔慈、龙宁、仙云、无名元志以及无名熊魔等5人竟全部倒飞而去，倒在了地上。不仅趴在了地上，在他们的身上还都有着血淋淋的伤痕，他们全部都是身负创伤。此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就连守剑大人都是一脸的凝重。他们都想过，可能祖武星域的这5位天才就算联手，也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但却没有想到他们会败得如此之快，败得如此之惨，就连围观之人都无法接受这一切，又何况是那5位平日里高高在上、受尽仰慕的天才。此刻，孔慈、龙宁、仙云、无名元志、无名熊魔等5人更是如同傻了一般，他们神色呆滞，目光闪烁，都无法接受眼前的结果。此时，他们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荣耀都被打碎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都几乎都曾挑战过南宫一凡，尽管都被南宫一凡拒绝，可却并未觉得他们真的不如南宫一凡。但现在他们明白了，明白南宫一凡为何拒绝他们。原来他们与南宫一凡的差距当真是如此之大，他们根本就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哪怕境界相同，掌握的手段相同，南宫一凡所有的待遇他们都有，可与南宫一凡却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他们也想过可能会败，但却当真没有想过他们会败得如此之惨。不过南宫一凡可不会去理会这5位天才的心情，他轻蔑的一笑，随后便走到了无名元志身前。他们我还可以放过，但是你需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话罢，南宫一凡便举起手中的方天画戟，是准备刺入无名元志的身体。然而那方天画戟举起之后却无法下落，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南宫一凡束缚住了。是手剑大人，南宫一凡小友，切磋而已，点到为止。输要输得起，胜也要胜得光荣，若以切磋为由取他人性命，非君子所为。手剑大人说道。你是要偏袒于他？南宫一凡冷声问道。他对手剑大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过尊重，并非偏袒，而是守护此地的规矩。手剑大人说道。很好。南宫一凡冷哼一声，便看向无名元志。你记住，有人护得住你一时，没人护得住你一世。你无名一族在这祖武星域之人眼中是何等地位，我不管，但在我南宫一凡眼中，你不过是蝼蚁。南宫一凡此话说完，便收回了手中的方天画戟。此时他身上宛如火焰一般的铠甲开始消散，那不是他自己消散的，而是火焰铠甲自动消散。当火焰铠甲消散之后，南宫一凡的气息不仅从5品尊者降回到了4品尊者，他的脸色也是有些苍白。尽管他的确依靠那至宝提升了1品修为，可那终究是至宝，而不是他自身的手段，所以往往至宝提升修为的时间是有限的，并且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南宫一凡，此时无名元志他们的修为也开始消退，他们所用来提升修为的至宝都已经到了极限，并且相比于无名元志他们，南宫一凡的脸色真的算是好的，因为无名元志他们此刻看上去非常虚弱。那至宝虽然帮助他们提升了修为，可是回过头来却也带给了他们不小的痛苦。刚刚你们说什么来着？好像是说我南宫一凡若想挑战这楚风，需要过你们这一关吧？那现在怎么讲？废物们！南宫一凡虽然不再出手，可却并未打算就此罢手，他竟再度羞辱起无名元志等人。换作之前，面对南宫一凡的羞辱，无名元志他们都会反驳，可是此刻他们却默认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还怎么反驳？看着那已经被自己击垮的5人，南宫一凡的嘴角
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眼前的一幕正是他所想看到的，于是他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你是出来与我一战，还是认输？南宫一凡对楚风问道。他依旧没有打算放过楚风。实际上，若不是因为想挑战楚风，他根本不会与无名元志等人交手。正是无名元志等人成为了他教训楚风的阻碍，他才如此羞辱无名元志等人。南宫一凡小友，若是楚风小友不愿接受你的挑战，便莫要强求了。守剑大人说道。楚风，我的赤炎魂甲已经消退，短时间内我已无法使用这一力量。难道这样你还不敢与我交手？我可是听闻你父亲是一代豪杰，怎么生出来你这么懦弱的废物？南宫一凡丝毫不理会守剑大人的警告，而是不断的对楚风出言羞辱。这楚风还真是一个懦夫，的确够废物的了。之前他在奇镇之内好事威风，并且不是说他与灵狐鸿飞战成了平手，怎么离开了奇镇就如此懦弱了？此时诸天星域众小辈的嘲讽声音也是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向楚风席卷而来。这种情况之下，楚风也是非常的急躁，他不是因为被对方嘲讽而愤怒，而是明明自己有这个本事去战胜南宫一凡，可却偏偏不能出手。最重要的是，看着那缓缓起身却仍旧无精打采的孔次等5人，楚风非常的心疼。楚风知道这场战斗对他们5个人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那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内心上的，而这种创伤很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辈子的影响。所以楚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们5个人。楚风真的很想出手教训南宫一凡，也想让那些如跳梁小丑一般的诸天星域小辈闭嘴，可是他却偏偏不能，这让楚风极度的压抑。可恶，都这个时候了，能不能先别争了？就不能把我的修为还给我，让我去收拾这个家伙吗？忽然楚风怒吼一声，极度压抑之下，他竟然怒吼出声，不只是在自己心底，而是直接将这声怒吼喊了出来，声音刺耳，宛如雷鸣，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一时之间鸦雀无声。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愣住了，包括南宫一凡都是愣住了，因为楚风这样忽然间说出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摸不清头脑。这个家伙有病吧？他在说什么啊？疯了吧他？短暂的愣神之后，人们纷纷说道。可是看向楚风，人们的脸上又充满了讶异，他们惊愕地发现，楚风那原本很是严肃的脸，竟然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并且不是简单的笑容，简直是激动兴奋到了极致，以致狂喜的那种。楚风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那声怒吼之后，原本在自己丹田之内争斗的9指雷霆巨兽，竟然停止了对神树种子的攻势。因为雷霆巨兽停止攻势，那神树种子也是停止反抗，而因为他们2者争斗，导致楚风被压制的修为竟然恢复了。我擦，难道你们能听到我的话？那也太给我面子了吧！楚风当真狂喜极了，因为他能感觉到他能被压制的修为回来了。此时3品尊者的气息充斥自己的肉身与灵魂，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切。元志兄、熊魔兄、孔次姑娘、龙宁姑娘、仙允姑娘。忽然楚风将目光一一投向无名元志等5人，随后便抱拳施以大礼。抱歉，这一幕不仅旁人不解，连无名元志等人也是不解。楚风兄弟，你没事吧？好端端的，你抱什么歉啊？无名元志走到楚风近前问道。楚风，你这是怎么了？楚风哥哥，你刚刚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弄不太明白？与此同时，孔次龙宁等人也是走了过来。楚风兄弟，你不要有何负担，挑战南宫一凡乃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只是他之前一直不肯应战罢了。今日倒是借着这个机会，终于能够与他战上一场，尽管结果有些丢脸，但却也算得偿所愿了。无名熊魔走到楚风近前，拍了拍楚风的肩膀，他这个人心思很缜密，相比于一脸茫然的无名元志等人，他倒是想到了楚风为何要向他们道歉。楚风公子，胜败乃兵家常事，修武之道，不怕失败，最忌常胜，我们都无所谓，你便不要自责了。仙云也是劝道，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因为这个。楚风兄弟，我现在胜不过那南宫一凡，我日后迟早会胜过他。今日丢的场子，我日后全部找回来。无名元志拍着胸脯说道，看着那明明内心受挫，可此时却还在安慰自己的5个人，楚风的内心变得更加不是滋味。毕竟他与这5个人明明相识不久，甚至在此之前连对话都是有次数的。楚风真是没有想到，这5位分别代表着星域主界以及3成的顶尖天才，竟是如此的仗义。诸位的心意，楚风铭记于心。楚风说完此话，便看向了南宫一凡。忽然，楚风手臂一扬，一道流光便飞向了南宫一凡。南宫一凡手臂一挥，那流光便被其挡了下来，并且落在了地上。本来人们都以为那是暗器，可是仔细一看，竟是一颗丹药。不过因为南宫一凡的挥手的力气太大，那颗丹药已经摔得粉碎了，但人们却看得清楚，那的确是一颗丹药。这家伙干嘛？有毛病啊！好端端扔出一颗丹药做什么？诸天星域的小辈看向楚风的目光就跟看待一个疯子一样，因为楚风此时的一些举动着实有些不太正常，他们到现在都没看明白楚风到底是要做什么，怎么这么浪费？这是给你疗伤的。楚风对南宫一凡说道。疗伤？我又未曾负伤，何须疗伤？南宫一凡冷漠地回道，甚至言语之中还有讥讽之意。你那所谓的赤炎魂甲对你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吧？你还是调理一下，免得说我欺负你。楚风说道。你到底什么意思？南宫一凡冷声问道。此事因我而起，也当因我而了结。南宫一凡，你不是想与我交手吗？现在我楚风正式应战。楚风说道。什么应战？这个家伙到底什么毛病啊？刚刚那样羞辱他，他一个屁都不放，简直怂得不行，还要无名元志他们替他解围，怎么现在又忽然应战了？一时之间，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一脸错愕，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楚风的所作所为，就连南宫一凡都有些诧异，问道：当真？自然当真。
若是准备好了，我可要出手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南宫一凡忽然笑了，随后说道：好啊，释放出你的那只戒灵吧。为何要释放戒灵？楚风反问道。你修武方面不是一个废物吗？你靠的不就是结界之术和你的戒灵吗？我不想浪费时间，既然要交手，你就施展全力吧，因为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南宫一凡说道。南宫一凡不知是听到了他人议论，还是自己打探，他竟然知道楚风当初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靠的不是自己的修为，而是凭借戒灵的力量。的确，当日与灵狐鸿飞交手是靠着戒灵之术，不过对付你还不需要那样做，我自己就可以了。楚风说道。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南宫一凡剑眉倒竖，冷漠地问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那我就说过的再清楚一点。相比于灵狐鸿飞，我觉得你还不够资格与我的那位戒灵交手，对付你这种货色，我楚风自己就可以了。楚风这话说的轻描淡写，可却满含讽刺之意，这让向来高傲的南宫一凡难以忍受。一直以来都是他侮辱他人，何时被他人侮辱过？枪！忽然，南宫一凡手腕一转，将自己手中的方天画戟插入了地表之中，强大的力量，连大地都被震出了巨大的裂痕。楚风，这是你自找的，可别说我欺负你。话罢，南宫一凡脚步向前一踏，整个人便化作一道流光，向楚风飞掠而去。他的攻击手段与先前无名元志对他的攻击手段一样，没有任何武技，而是凭借肉身攻击。此时他的拳头已经轰出，正对着楚风的面门便轰了过去，而楚风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好像靶子一样，在等待着南宫一凡的拳头砸在自己的脸上。终于，南宫一凡的来到楚风近前，而他的拳头也是正对着楚风的面门轰了下去。因为速度太快，人们都以为这一拳几乎必中。可是当人们看清眼前的一幕后，却是不由得神色大变。他们惊愕地发现，南宫一凡的拳头距离楚风的面门不过半尺的距离，可就是这样距离却被硬生生地拦了下来。是楚风！楚风用自己的手掌将南宫一凡的拳头给挡了下来。天哪，你们快看，这个家伙的身上还有他的额头，难道说这个家伙修炼的是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他还解开了雷霆铠甲的力量。猛然间，在场的小辈们炸开了锅，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也是炸开了锅。虽说南宫一凡那提升修为的至宝已经无法发挥功效，可是他的天赐神力以及诸天佛身却都还在。在这两种力量的加持下，南宫一凡的修为在4品尊者的地步，而楚风他能够挡得下这一拳，自然也要提升修为。楚风并未有所保留，他不仅释放出了神级雷纹，更是释放出了雷霆铠甲。按理来说，楚风的真实修为是3品尊者，在这两种力量的加持下，其修为可以达到5品尊者。但是因为南宫一凡先前与无名元志等人交手，导致其赤炎魂甲的力量消退，使得其修为只能提升到4品尊者。楚风为了不占南宫一凡的便宜，所以他故意压制了自己的1品修为。此时在外人来看，楚风的真实修为值是2品尊者，是靠着雷纹以及雷霆铠甲的力量才将修为提升到4品尊者的。楚风到底是圣袍界灵师，压制修为这种事情，连守剑大人可能都看不出破绽，就更别说这些小辈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楚风的真实修为乃是3品尊者。在他们看来，楚风的修为与南宫一凡他们一样，都是2品尊者。可哪怕如此，他们依旧被楚风的表现所惊吓到了。神级雷纹、雷霆铠甲这些手段，他们都听闻过，可那都是听闻，哪怕是他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天才们，也都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小辈能施展出这样的手段。所以，只是这2个手段就已经证明了楚风的不凡。所有人都知道，楚风不是一个寻常的修武者，他是一个将天级血脉修炼到了极致的存在。想不到你还真有点东西。就连南宫一凡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有些变化。相比于无名元志的天赐神力以及血脉之力，楚风这神级雷纹和雷霆铠甲更加让他认可。我自然是有东西的，只是你有些让我失望啊。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南宫一凡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我是说，你这拳头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楚风反问道。找死！听得此话，南宫一凡大怒，他另一拳头对着楚风便轰了过去。这一次，他拳头轰出的力道明显变得强横了许多，就算没有施展全力，也绝对没有留手。而面对暴怒的南宫一凡，楚风则是冷然一笑，同样五指握拳，对着南宫一凡的拳头便反轰而去。两拳相撞，涟漪荡起，楚风倒退10步才稳住身形。尽管这一拳对决，楚风倒退足足10步，可是诸天星域的小辈却是一脸凝重，在他们的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因为他们看得清楚，这一拳对决之下，向来以战力强大著称的南宫一凡却是倒退了足足20多步，才勉强稳住身形，甚至一眼看去还有些狼狈。南宫一凡望向楚风，复杂的目光中散发着不可掩饰的惊色。在此之前，他绝对没有料到，与楚风这一拳对决，竟然是他落了下风。我说了，你的拳头力气不够大。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放屁！南宫一凡大吼一声，随后便再度飞掠而出，竟再度向楚风轰了过来。这一次，南宫一凡的攻势与先前一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了，就是迎面一拳。他的意图很明显，他很不服气，所以想与楚风再应对应的碰一次拳头。而楚风自然明白南宫一凡的意图，所以楚风选择成全南宫一凡。只见楚风脚步微微向后一撤，双腿呈马步状，并且也是做好了出拳的动作，但却迟迟没有出拳。直到南宫一凡的来到近前之后，楚风才猛然出拳，两拳相撞，炸响传开。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倒飞而去，是南宫一凡。这一次他已不是倒退那么简单，
而是倒飞而去，倒飞了足足数十米之后，他才落地。可因为冲击力太大，哪怕落地之后，他也是倒退了10几步才稳住身形。可是再观楚风，这一次竟然是纹丝未动。我的妈呀，这楚风怕不是人吧？此时就连孔慈都是发出惊叹，他们可是与南宫一凡正面交过手的，而他们之所以惨败，正是因为南宫一凡的战力实在太过强大。可以说，正是战力的强大差距，才让他们败得如此惨烈。其实，就如南宫一凡所说，同境界之内，战力是有差距的。孔慈他们虽然也如同南宫一凡一样，修为连续提升3品，可因为对各种手段的掌握不够成熟，所以导致他们修为提升之后，战力却是很弱，处于5品尊者的战力底端。而南宫一凡则是刚好站在最顶端。但现在来看，似乎不对啊。倘若说南宫一凡站在战力的最顶端，又岂会被楚风的战力所压制？现在来看，南宫一凡的战力顶多也就是中上的水平，楚风他的战力才是最顶端的水准。我擦，我楚风兄弟实在是太厉害了！孔田慧兴奋不已，刚要夸赞楚风，却发现旁边有人夸赞了起来，并且还抢了他想说的话。而那个人乃是无名元志。我说无名元志，你能不能别抢我的话啊？楚风，那是我兄弟，什么时候成你兄弟了？孔田慧问道。你闭嘴！就你这实力，也配与楚风称兄道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配和楚风称兄道弟。无名元志鄙视的看了孔田慧一眼。靠！第一次发现，原来你也这么不要脸。孔田慧气的翻了翻白眼，还要再来吗？其实第一拳我只用了3成力道，而刚刚也不过是6成力道。你若再来，我可以考虑使出8成力道。当然了，若想让我出全力，其实你自己也明白，你还不够资格。楚风说道。修武者若只凭蛮力，还学习技法作甚？南宫一凡说道。我擦，这个家伙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先前可是一直嘲讽你们战力太弱的。孔田慧对无名元志说道。什么意思啊？无名元志瞪了孔田慧一眼，但旋即又说道。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真是没想到这南宫一凡平日里冷漠的像座冰山，可实际上脸皮这么厚，就是太能为自己找借口了，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龙宁也是气得嘟着小嘴。南宫一凡，其实你说的有道理，这就好像胖的人说瘦没用，矮的人说高没用，穷的人说富没用一样。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干得漂亮！听得此话，孔田慧等人大喜，真是想不到楚风这小嘴皮子还挺溜，就连孔慈也是给予了楚风赞美。毕竟楚风这番话可以说是骂那南宫一凡于无形了。耍嘴皮子非修武者的本事，亮兵器吧！枪！南宫一凡探手一抓，那原本被他插入地上的方天画戟则是拔地而起，乘风而来，落入了他的手中。说实话，对付你，我就算不亮兵器也可以，不过我还是选择成全你。当然，我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因为你之前并没有给予我朋友应有的尊重，自然也就不配得到我的尊重。我选择与你对战兵器，不过是因为我想试一试这把蓝玉渊剑的威力。楚风说话间，不仅亮出了那把蓝玉渊剑，还抬头看了一眼诸天星域人群中那位身穿红裙的姑娘殷妆红。楚风先前的话本就让南宫一凡非常不爽，而他的这个眼神更是彻底点燃了南宫一凡心中的怒火。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南宫一凡之所以如此针对楚风，正是因为殷妆红。枪！寒芒闪过，南宫一凡已是手提方天画戟向楚风攻了过去。盛怒之下，他没有再过多的废话，而是直接选择出手，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让楚风闭嘴。他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已是来到楚风近前，手中的方天画戟更是变得模糊，化作无数道光影，自四面八方对楚风攻去。南宫一凡没有使用武技，也没有使用秘技，更是没有使用仙法，他是想要运用这半成尊兵来与楚风进行对决，想要夺回刚刚丢掉的颜面。楚风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他的意图，可却又偏偏要满足南宫一凡。楚风就是要用南宫一凡最想要的方式来与他对决，让南宫一凡输得彻彻底底。楚风手腕一转，手中的蓝玉渊剑也是剑芒四射，半成尊兵的威力大显。紧接着，楚风蓝玉渊剑已经是与南宫一凡的方天画戟落在一处，火花四溅之下，南宫一凡竟然半步都没有退，反而是方天画戟再度摆动，对着楚风便横扫而来。不过楚风也是早有准备，手中的蓝玉渊剑再度迎了上去，双方互有攻防，战成一团。速度太快，小辈们都根本看不太清二者的细节，唯有二者手中的兵刃硬碰硬的时候，他们才能看出一二。不对啊，楚风战力远在南宫一凡之上，兵刃对抗也应该占据绝对优势，可此刻为何优势不见？孔慈美眸闪烁，小脸之上挂着不解，是那把方天画戟。南宫一凡的半成尊兵至刚至阳，与其硬碰硬，哪怕同是半成尊兵，也是难以抵挡。楚风的蓝玉渊剑虽然非常锋利，可若与兵器硬碰硬的话，却是没有太多优势，就更别说是南宫一凡这支刚至阳的方天画戟了。楚风能凭借蓝玉渊剑这样的兵器与南宫一凡的方天画戟硬碰硬而没有劣势，并非蓝玉渊剑的力量，完全是楚风自身的战力。在众人不解之际，守剑大人开口讲述道：原来是这样吗？南宫一凡还真是卑鄙，战力不行便靠兵器来补。孔田慧等人一脸的不爽，倒也不是，楚风小有的蓝玉渊剑也有他的优势，这把兵器不仅锋利，更是蕴藏寒霜之气，只要击中南宫一凡一剑，寒霜之气便会蔓延开来，南宫一凡的行动便会受阻，这场对决便也结束了。守剑大人说道：守剑前辈，您说的极是，只是怕那楚风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就在此时，诸天星域的北洋洛忽然说道：不知小友此话怎讲？守剑大人问道：南宫师弟从小就修炼兵刃之法，有兵刃在手的他和没有兵刃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拳脚相对，楚风也许还能占上一些便宜，但若是以兵刃来交手，
这楚风必败无疑。那北洋洛不仅开口解释，说话的时候还是一脸得意，就宛如他已看透一切，而他已经判定是楚风输了一样。可是偏偏听得北洋洛的这番话后，孔慈等人却是眉头紧皱。虽然楚风战力很强，可南宫一凡却是与他们交过手的。南宫一凡的强大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他们心里，所以对于北洋洛的话，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正因知道南宫一凡太强，所以人们对楚风才会如此担心。小友此话说的可不对。可是对于北洋洛的话，守剑大人却是给予了否定。随后守剑大人的目光更是扫向诸天星域以及祖武星域的小辈们。诸位小友，修为有限，这精彩绝伦的对决，怕是还看不太清楚。若是错过，倒也可惜。不如就由老夫来与你们讲解一番眼下的战局。守剑大人说道。好啊，那可是有老守剑大人了。听得此话，众小辈欣喜若狂。就如守剑大人所说，他们因为实力不济，导致他们根本看不清楚风与南宫一凡战斗的具体细节。如此精彩的对决，他们有幸得以观看，却又看不到精彩之处，难免有所遗憾。而守剑大人若是能与他们讲解的话，那可就正合了他们的心意。感受到众位小辈期待的目光后，守剑大人也不怠慢，而是开口讲述起来。南宫一凡小友对这方天画戟的使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莫说小辈，就算是修炼几千年的人物之中，也少有人能把兵刃运用得如此流畅。想必这便是天赋吧。天赋这个东西，真的不是靠勤奋和时间就能弥补的。而连守剑大人都这样说了，孔慈以及孔田慧等人就更加担心了。可谁曾想，他们还来不及担心的太久，那守剑大人却是再度开口。不过楚风小友运用兵刃的水平同样出神入化，已是可以达到人剑合一的地步。蓝玉渊剑在他手中已是可以发挥到极致。以老夫来看，只说这兵刃的使用水平，楚风小友恐怕还要在南宫一凡小友之上。守剑大人说道。楚风这么厉害？听得此话，众人皆是感到意外。尽管他们都知道楚风厉害，可是毕竟对于楚风了解还太少。哪怕楚风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靠的也是借灵之术，而不是楚风自身的武力修为。可是南宫一凡则不然，南宫一凡早就威名赫赫，今日他们也是见识到了南宫一凡的本事，以一己之力，在短短几个回合之内便击败祖武星域5位顶尖天才，这已是证明了南宫一凡的本事。尽管刚刚以星号手硬碰硬的碰撞下，楚风的确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可因为南宫一凡的威名，他们对楚风的仍是很担心，仍是下意识的便觉得南宫一凡是比楚风强大的，所以才会因守剑大人这番话而感到惊讶。守剑大人，您若讲解自然无妨，但还请您公平的分析，莫要偏袒你祖武星域的人。我们就算看不清具体细节，可却也看得出战局大概的情况。二人明明不分胜负，凭什么你就说是楚风更胜一筹？北洋洛很是不爽地问道。事实上，不仅是北洋洛开口了，此刻诸天星域的许多小辈也都是一脸的不爽。他们觉得守剑大人是在偏袒楚风，这样会影响南宫一凡的声誉。你看得清楚，还是老夫看得清楚？守剑大人反问道。我南宫师弟为了这件半成尊兵，专门修炼了运戟之术，已是达到人兵合一的地步。楚风才刚刚得到那蓝玉渊剑，这才第一次使用。你说他对兵刃的运用，在我南宫师弟之上，这不是偏袒，这是什么？北洋洛问道。太卑鄙了，原来是苦练过运戟之术，这根本就不公平。孔田慧说道。的确是太不公平了，口口声声说着公平，却又做着不公平的事。想不到南宫一凡如此卑鄙，无名元志以及祖武星域的其他小辈也是纷纷说斥责道。而听闻众人的斥责，北洋洛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直到此时，他才忽然意识到，他竟不小心告知了众人不该知道的事，这可就是陷南宫一凡于不义了。可是他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服气守剑大人偏袒楚风，无奈之下才说出了这件事。毕竟只有这件事才能证明南宫一凡对兵刃的运用是在楚风之上。北洋洛小友就算不说，老夫也看得出来，那南宫一凡小友手中的方天画戟，攻势奇妙，防守自然，那一招一式皆是极为精湛，绝非寻常的技法，而是为这兵器专门修炼的。相比于这一点，楚风小友的确是不如，不过楚风小友却的确更胜一筹，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乃是超乎寻常的战斗经验。守剑大人说道。战斗经验？你居然说战斗经验？难道说你以为战斗经验这种东西就只有楚风有？我南宫师弟自从修武以来，每日都苦练技艺，与他切磋的都是我们长辈。若说战斗经验，我南宫师弟当属第一。北洋洛说道。你也说是切磋了，切磋的确能提高战斗经验，但却有限。而楚风小友则是不同，他的战斗经验可绝非是从切磋之中提炼而出，那是从无数次生死搏斗中而硬生生的逼出来的。老夫说的，你们可能无法理解，你们这些名门子弟出身高贵，平日里大家看你们都是惧怕3分，更是没人敢惹你们。况且就连出门都有人护着，何时经历过真正的凶险？但楚风小友却是不然。老夫虽不知他具体曾遇到过怎样的事，但从他如今的战斗却可以看出，他这身本领是从无数次生死交锋之中修炼而出的，这便是你们所不具备，而唯有楚风小友才有的，只属于他的优势。守剑大人说道。我擦，按照守剑大人这样说，楚风兄弟他岂不是没事就与人生死对决？这也太生性了吧！孔田慧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仅是他，祖武星域的小辈都是一脸的吃惊。他们对于守剑大人是很了解的，守剑大人从不说谎，甚至没有把握的事他也不可能说，所以对于守剑大人所说的话，他们都是深信不疑的。怎么忽然间有点心疼他呢？孔慈看向楚风的目光开始变化。心疼？心疼谁啊？孔田慧问道。自然是你的楚风兄弟。孔慈说道。哇，这有什么心疼的？孔田慧问道。哥，你是真的蠢啊？什么样的人
能够经历那么多次的生死决斗啊！这说明楚风他从小到大根本就没人保护，所以才会经历那么多危险。而且不是说他原本被放逐到了下界吗？从出生的时候就被认定无法修炼的人，而且他回到大千上界，也不是处世天族把他接回来的吧？我听闻可是他自己回到的大千上界，所以别看他与我们一样都是小辈，但是他经历的绝对和我们不一样。孔慈说道：“你这样一说，好像还真的是。”听得此话，孔田慧以及其他人在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心疼之色。是啊，他们可都听闻过，楚风乃是废子，楚风与他的父亲都是处世天族放逐的人。楚轩辕还好，可楚风他当年还只是一个婴儿啊。况且下界是什么地方？那里天地能量极为稀缺，与上界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对于孔田慧他们这些人来说，在他们眼中，凡界都是穷乡僻壤，就更别说下界了。下界那种地方，乃是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想去的地方。枪枪枪！忽然之间，那兵刃交锋的声鸣越来越频繁，同时也是越来越刺耳。人们可以看到，楚风与南宫一凡的战圈，二人舞动兵刃的速度已是快到了连孔慈他们这些人都看不清的地步。这两个家伙也太强了吧，真的好厉害，真不敢相信他们是与我们一样，都是二品尊者的境界，这可是没有使用任何武技和仙法呀。孔慈和龙宁睁着他们那美丽的双眸，开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楚风与南宫一凡的战圈。枪啷啷啷！忽然一声极为刺耳的声音传来，紧接着南宫一凡的方天画戟便旋转着飞了出来，所过之处满地狼藉，最终落在了万米之外。而此时人们在观向楚风和南宫一凡，可以发现此时南宫一凡不仅丢了方天画戟，他的双臂都在剧烈颤抖，双手更是鲜血淋漓。可是再观楚风，那蓝玉渊剑不仅还握在楚风的手中，楚风更是毫发无损，那握住剑的手掌都没有一丝颤抖的痕迹。见到这一幕，祖武星域的小辈皆是狂喜，可是诸天星域的小辈可就是满脸的阴沉。起初对于守剑大人所说的话，他们还不信，可是眼下的事实摆在眼前，却是由不得他们不信了。楚风的确强得可怕，至少这战斗经验要远在南宫一凡之上。现在你知道差距了吗？楚风对南宫一凡问道。再来。南宫一凡说话间，探手一抓，那飞落到远处的方天画戟便隔空飞来，再度落入他的手中。紧接着南宫一凡便挥动手中的方天画戟，再度对楚风发动了攻势。然而这一次楚风则是不断摆动身形，不断的进行闪躲，完全没有还手之意。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南宫一凡却根本就伤不到楚风，他的所有攻势不管如何精妙，却都宛如被楚风看破了一般，被楚风轻松的躲过。楚风他这是在做什么啊？对啊，为什么不还手？许多人感到不解，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楚风对南宫一凡说道。尽管他在不停地躲避着南宫一凡那近乎疯狂的攻势，可是他的声音却是非常的平静，可以看得出来，他闪躲南宫一凡的攻击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没有一丝的压力。混账，还手！南宫一凡激动地怒吼起来。相比于其他人，他根本不在乎楚风的想法，他只觉得楚风这个行为是在羞辱他，满足你。忽然，楚风一个鬼魅的步伐，随后竟然不再闪躲，反而是向南宫一凡攻了过来。楚风的速度极快，当南宫一凡意识到他是在发动攻势的时候，已是为时已晚。噗嗤，一剑掠过，鲜血四溢。楚风自南宫一凡的身旁穿过的同时，在南宫一凡的左腰处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此剑击中，南宫一凡顿时身体一僵，随后便瘫坐在地，眼见不好，更是赶忙用手臂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这一刻，人们能够看到南宫一凡自伤口处开始蔓延冰霜之气，并且很快便覆盖了南宫一凡的全身。一眼望去，南宫一凡就像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冰人。这剑有毒！诸天星域的小辈纷纷大喊起来，声音之中还充满了怒意，就宛如楚风做了天理不容的事情一般。不是毒，而是冰霜之气。就如守剑大人先前所说，这是我这把蓝玉渊剑的优势，就如同南宫一凡的那把方天画戟的优势，是至刚至阳一般。楚风解释完后，便再度看向南宫一凡。现在你明白了吗？我若想胜你，只需一剑。我刚刚与你硬碰硬，就是想让你明白，哪怕我以蓝玉渊剑的弱势去触碰你那方天画戟的优势，我也同样可以打的。你连兵器都握不住，而这便是你与我的差距。楚风说道。这混账！听得此话，诸天星域的小辈简直气得脸色煞白，但同时看向南宫一凡又满是心疼。在他们看来，楚风实在是太阴狠了，他明明可以直接击败南宫一凡，却偏偏不，而是这样不断的折磨着南宫一凡。楚风的目的太明显，就是要对南宫一凡造成沉重的打击，给南宫一凡留下阴影。胜负未分，何必趾高气昂？可谁曾想，南宫一凡却是发出一抹冷笑。这个家伙的心理承受能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强，不，准确来说是这个家伙的脸皮绝对不是一般的厚。只见南宫一凡从乾坤袋内取出一颗丹药，丢入口中，随后不仅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那遍布全身的寒霜之气也是随之消散，就连整个人的气色都比先前好了不少。此时的南宫一凡简直比与楚风交战之时状态还要好上许多。楚风，你我都明白，你我都还没有施展全力，所以刚刚不过是试探罢了。南宫一凡对楚风说道。南宫一凡，你还要不要脸？你都败了2次了，还不快认输！无名元志大吼道。手下败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南宫一凡冷声一声之后，便再度将目光看向楚风。楚风，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听的这句话，就连楚风都忍不住笑了。明明南宫一凡从一开始就很认真，只不过不是楚风的对手罢了，结果现在搞的就好像他开始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就连楚风都很佩服这南宫一凡这个家伙的脸皮
可比楚风想象的要厚得多。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楚风说道。这一次你会明白的。南宫一凡话落之际，便甩动手中的方天画戟，再度向楚风攻来。而当南宫一凡这一动身，楚风顿时眼前一亮，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尽管南宫一凡此时的攻势与之前非常的相似，可是此时的南宫一凡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眨眼之间，南宫一凡的方天画戟已是对着楚风的胸口刺了过来，躲闪已是来不及，楚风只得一边后退，一边抬起手中的蓝玉渊剑，以此来抵挡。一击命中，楚风倒飞而去，飞出了足足万米，才落在了地上。紧接着，楚风又快速的倒退数百步，才稳住身形。可稳住身形之后，人们能够看到，竟有鲜血自楚风的身体溢出，是那蓝玉渊剑。先前楚风运用蓝玉渊剑抵挡南宫一凡的方天画戟，可因为力道太强，导蓝玉渊剑落在了楚风的胸口处，甚至引入了楚风的胸口之中，这才导致楚风的胸口留下了这道血淋淋的伤口。而这还是幸亏蓝玉渊剑挡下了那方天画戟，否则若是直接被击中，楚风的肉身定会被洞穿开来。怎么会这样？南宫一凡的战力怎么忽然间变得如此强了？天哪，该不会是南宫一凡从一开始就隐藏了战力，而这才是他的真实实力吧？此时祖武星域的小辈都吓坏了，因为南宫一凡此刻的战力与先前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不，南宫一凡应该不是隐藏了战力。无名熊魔说道。那是怎么回事？孔慈问道。就连他也是看不出原因，我也不清楚，总之有些古怪。无名熊魔说完此话，便看向了守剑大人。与此同时，其他小辈也都看向了守剑大人，他们都想知道答案，可是因为实力有限，却猜测不出。眼下在他们看来，在场之中能够得知答案的，便唯有守剑大人了。就算吞服禁药，你依旧无法胜我。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却又响起：什么禁药？而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大惊。楚风，你打不过就认输，何必血口喷人？诸天星域的小辈斥责道。楚风并未理会诸天星域的那些人，而是看着南宫一凡。南宫一凡，敢做不敢当。南宫一凡小友，没什么可以瞒的。你刚刚吞服的那颗丹药，虽然表面上看是疗伤药，可实际上却是增强战力的禁药。你瞒得过其他人，可瞒不过老夫。就在此时，就连守剑大人也是开口：哼，我可没有说过我吞服的不是禁药。怎么，修武者交手不可以吞服禁药吗？我赤炎魂甲都没用，已经很给楚风面子了，吞服禁药还不行？南宫一凡说道。我擦，这个家伙到底是有多不要脸？明明是赤炎魂甲，他已经使用过，在短时间之内无法再使用第二次，怎么又变成是他让着楚风的了？此时，孔田慧等人恨不得朝着南宫一凡的脸上喷一大口口水，因为这南宫一凡实在太不要脸了。若不是今日南宫一凡出手，人们还真是想不到，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南宫一凡，竟然可以脸皮厚到这种地步。这个家伙绝对不只是对待旁人没礼貌这么简单，而是本身就是人品败坏到了极致的败类。吞服禁药当然没问题，继续吧。楚风话音落下之际，两道金灿灿光芒便凭空而现，那是一把金色的巨剑，以及一把金色的巨斧，乃是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具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当楚风踏入尊者境之后，他们虽无法再赋予楚风逆战一品的战力，可仍旧具备着极强的战力。此时，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开始对南宫一凡发动攻势。区区秘技也想胜我？南宫一凡看出这是秘技，于是不以为然，他任何手段都没有使，而是凭借手中的方天画戟想要硬抗。可是几个回合下来，南宫一凡便把自己逼落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两个秘技竟然蕴含如此强大的战力。南宫一凡明明吞服了禁药，可居然难以抵挡这秘技的攻势，太厉害了吧！这秘技的战力怎么如此之强？楚风是从何得到这样厉害的秘技的？此时，就连围观之人也是惊叹不已。楚风自身的战力已是足够强大，而此时那远古秘技的战力比楚风还要强大数倍不止。这样的秘技，若是放在武仙境的话，应该是能够直接赋予楚风小友逆战一品的战力的，的确是少见的强大秘技。守剑大人分析道：那我知道了，的确听闻过，我楚风兄弟他拥有两个强大的秘技，两个强大的秘技合为一体后，便可以让楚风兄弟他获得逆战一品的战力。这么说来，应该就是眼见这把巨剑和巨斧了。孔田慧说道：原来是这样吗？难怪这把巨剑和巨斧的威力如此之强，尤其是那把巨剑，简直霸道无比，哪怕南宫一凡也是抵挡不住啊。此时，其他人也是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为何这两把巨刃具有如此恐怕的威力。原来是武仙境能够帮助楚风获得逆战一品战力的手段。尽管到了尊者境，这种手段的力量减弱，无法再让楚风获得逆战一品的战力，可终究还是具备着强大的战力，可以在楚风与同境界之人交手的时候提供极大的帮助。怎么了？借助禁药的力量之后，还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吗？看着那被自己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打得连连倒退的南宫一凡，楚风出言挖苦：哼，本来还想与你玩玩，既然如此，那我就来了结这场没有意义的争斗。然而明明已经被楚风打得狼狈不堪，可是南宫一凡却是一副仿佛他才是占据优势之人的样子。可忽然间，南宫一凡的身体释放出了暗黑色的气焰，那暗黑色的气焰如同一大团火焰一般翻腾着，也是将南宫一凡包裹在了身体之中。那黑色气焰虽似火焰，可却是坚不可摧。莫说远古战斧，居然连远古战剑都是无法击破。出现了我诸天门的正宗仙法九段仙法。暗之鬼炎、北洋洛以及诸天门的其他小辈都是变得兴奋起来，就好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等待着这一幕的降临一样。原来
这就是暗之鬼炎吗？此时，就连守剑大人的目光都是有所变化。守剑大人，这暗之鬼炎很厉害吗？看着守剑大人那凝重的模样，孔慈等人都意思糊掉。这暗之鬼炎绝对不是寻常的9段仙法，老夫曾听闻过这暗之鬼炎。暗之鬼炎乃9段仙法，是诸天门的开山祖师所创。此仙法难度极高，可以说是9段仙法中最难修炼的一种。想要修炼这仙法，需要每日以特殊的黑焰烧体，反复淬炼肉身，感受那黑焰的特性，才能融会贯通。正因为修炼的时候太过痛苦，许多人根本都不敢去触碰这暗之鬼炎。但若是将此仙法修炼大成，那将获得极强的攻击力。我曾听闻，诸天门的开山祖师就凭借着暗之鬼炎屠戮了一个下界。鬼炎过后，那方世界的所有生灵都是化为了灰烬，就连大海都是被烧干，山石都碎裂。守剑大人说道：“竟然凭借这个仙法屠戮了一个世界。”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尽管他们也知道下界的土地面积与凡界都无法相提并论，就更别说是上界了，可终究也是一个世界啊。由此可以看出，这暗之鬼炎的威力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不止如此，暗之鬼炎若是释放开来，可以无限蔓延，攻击范围极大；可若是集中在身体之中，战力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此时的南宫一凡，尽管还是4品尊者，可是只凭借着暗之鬼炎的力量，其真实力量已是无限的接近5品尊者。守剑大人说道：“这么厉害的吗？”听闻到这里，祖武星域的小辈可就是满面紧张。如此厉害的手段，楚风该如何抗衡？老夫也想知道，面对暗之鬼炎这样的9段仙法，楚风小友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抵挡？不过，相比于其他人的担心，守剑大人的脸上却是没有一丝的担心，反而在其眼眸之中满是期待之色，就仿佛他知道楚风一定有手段可以抵挡南宫一凡这暗之鬼炎一般。忽然之间，那缠绕着南宫一凡的黑色气焰冲天而起，化作一把方天画戟，那模样与南宫一凡的半成尊兵一模一样。那黑焰形成的方天画戟快速挥动，分别斩向远古战舰以及远古战斧。见状，楚风也是不敢怠慢，赶忙催动远古战舰和远古战斧去迎战。可2声巨响过后，远古战舰和远古战斧竟皆被击退开来。远古战舰还好，不过是剑刃上有着少许裂痕，可是远古战斧却已是碎裂开来，化作气焰散于半空之中。好强！先前只是听闻守剑大人的讲述，此时人们却得以见识到这暗之鬼炎的厉害。只是随手的2个挥砍，便将楚风的2大远古秘技弄成这个样子，便足以看出这暗之鬼炎是多么的强横。楚风，这便是认真的我所具备的力量，认输吧，不要再逼我出手，否则你会死。南宫一凡对楚风说道，他的语气非常的嚣张，就宛如他已是胜券在握，而楚风不过是他眼中的蝼蚁，只要他想，他可以轻而易举的便杀掉楚风一般。但唯有南宫一凡自己清楚，他从与楚风交手开始，因为大意便多次被楚风所戏耍，他表面上毫不在意，可是内心却早就气得快要炸裂。而现在他终于能够扳回一城，自然要好好的羞辱楚风一般。然而面对南宫一凡的羞辱，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认输。你是认真了，可是我楚风却都还没有认真呢。什么？听得楚风此话，莫说旁人心神一震，就连这南宫一凡也是内心颤动，因为他真的害怕楚风还有着可以压制他的手段。毕竟他很清楚，这9段仙法暗之鬼炎已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若是连这暗之鬼炎都无法击败楚风，那他怕是真的就要败给这个楚风了。猛然间，楚风的头顶之上竟然传来雷鸣之音，那雷鸣不仅响亮，更是连绵不绝，此起彼伏，不断炸响。这一刻，人们都是不由得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楚风的上方，因为在那里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汇集凝聚，同时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伴随着强大气息而来的，还有一道道血红色的雷电，与那雷鸣交织的方向浮现。那雷电起初只是影子，可是越来越清晰，不过眨眼之间已是露出真容，一道道雷霆极为的耀眼，宛如一条条巨龙猛兽在这方上空奔腾盘旋嘶吼。那雷电并非寻常的雷电，竟血红之色，血红色的雷电在虚空之上涌动，不仅诡异，更是狰狞，让人莫名的不安。尤其是在场的小辈，更是目露惊恐，感到无比的恐慌，因为眼下那血雷已是遍布虚空，就连大地万物都是被映得血红。这神兵山庄本是世外桃源，可是此时再看，却更像是人间地狱。